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 Big Joe。那今天呢，是我们采访著名的这个湾区的 UX 的这样的一个播客 Podcast 的这个 UX Coffee 的创始人Riceman，也是谷歌的这个用户体验设计师经理的最后一期。那如果对大家没有看前两期的话，需要去看一下，他讲了很多关于什么是 UX。这个怎么成为一个 UX 设计师，以及怎么样是一个好的 UX 设计师等等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就直接这样的切入到一个职业发展这样一个话题。那最重要的话题就是，如果说要去面试 UX 设计师的职位，这个人他应该去怎么准备呢？怎么能够面好呢？UX 的面试可能跟一些别的岗位不太一样啊。就我其实，在上两集节目里面可能也稍微提到了一点。其实UX 的面试从最开始就是一个用作品说话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你展现自己最重要的水平就是你的之前的作品。那所以基本上每一个设计师都会准备一个自己的作品集。那很多人会问，我这个是在学校里面，我也没有做很多实习，我这个作品哪来啊？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很多人会问我说，我要写简历，但是我发现我没干过啥，我简历没什么可写的呀。对。那这个设计这个工作呢，其实我相信其他岗位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你不需要 permission， 你不需要别人的允许去做一个你自己的项目。那如果你是一个在校学生，你就看看你在学校里面有什么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你是不是能够参与一些学生团体，能够帮他们做一些小的事情？不管是食堂啊、寝室啊、教学楼啊，有什么你平时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问题，你觉得是可以通过做一个小网站、做一个小 APP 你不一定要把它做出来，但是你可以提出一个方案，画出来。对，你可以把这个方案设计出来，然后去向面试官解释说，我在学校里观察到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案来把它解决，有理有据的把它讲出来，然后同时呢也能够表达你的设计能力，对不对？就是你的设计工具用的是怎么样啊，最后做出来的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那这些东西其实你都不需要去到一个比如 Google 这样的公司来才能够展现出来的，一样能够看出来你这个人的水平。这个事情我想稍微发散一下，因为我觉得为什么 UX 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行业标准就大家都会有一个作品集，那会不会发生？比如我觉得这个产品经理会不会有一天每个产品经理都必须有个网站，上面有你做过的所有的产品的 PRD？这个为什么设计师行业会有这么一个文化在这个行业里面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产品经理会不太一样，但是你看，其实，在工程界也是有这个趋势嘛。大家对 GitHub 就是工程师的作品集。那大家现在因为水涨船高，你这个每个人作品简历拉出来一页纸，你能表现一个人的能力确实有限。在没有跟一个人交谈的时候，那就是用作品来说话。明白了。好，那面试方面有没有更多的建议呢？更多的话，我觉得对，除了准备好作品集呢，就是要提高你的沟通表达能力我前两期也说了沟通能力是一个设计师UX 从业者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在面试当中就能展现你的这方面的能力。你跟面试官的沟通过程能不能够在一些应激的情况下有一些快速的反应？是的。当然还有一些分析的能力你能不能在给定的一个问题的情况下做出分析像这样子的东西都是其实可以提前准备的。那一种有效的方法呢，就是去做 mock interview， 就是你邀请在行业里面可能比较资深的也可以找大舅，对吧？就帮你来做一个就简单的一个模拟的面试。很多时候其实真的也不需要是一个行业里面非常资深的设计师，产品经理也可以做。就是抛出一个问题，然后你看你怎么应对。那在多次应对以后呢，你可能也会就表达能力自然就提升了。我自己的体验就是在跟 Google 的其他的这个设计师合作，我觉得设计师的沟通能力普遍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可能也是在面试这一关的时候，确实是考察了这个问题的。对。就很多人，比如说怎么去来对待一个比如说被拒绝的提案怎么来对待一个别人想让他做，但是他觉得这个可能并不是非常靠谱的主意或者是他自己有一些想法想要让别人去同意等等。我觉得设计师整体的沟通能力是相当棒的。这是为什么在设计师面试的时候很重点考察，除了你的作品、你的设计，对吧？就是你的沟通表达能力的。是的。那其他的可能就跟别的岗位都差不多，你要去了解这家公司你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吧，就是他很有可能问的是会和你将来做的工作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肯定会帮助你在面试里面做出更好的回答。那你觉得作为一个比较资深的这样一个 UX 设计师和 UX 设计经理，有没有什么这个方法论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因为我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包括在学习这个 HCI 这个专业之前，我也会觉得说，哎，到底有没有一套方法论能够让我去用，然后不管是什么问题抛给我，我就用这套方法论套上去，问题就自然而然套对就解决了。那确实在市面上我们会看到很多学校，很多的这种设计公司也会提出这样的方法论，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设计问题就像这个世界的复杂度一样，就是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简单的一个方法说去解决世界上所有的设计问题那我觉得最根本的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我之前讲的那两个就是特质，就是说你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一个好的 UX，并不是说你有一套完美的方法，说我这样子先去做用户调查，先发问卷，再访谈，然后我再做一个什么 wireframe 画一些草图，然后一步一步这样做，一定就能做出一个好的设计。对，那只是流程。对，那世界上好的设计基本上都不是这样做出来的，一定是很有机的，然后把自己完全投身于这个问题当中。想了很多的方案，然后去不停的迭代，就是没有一套固定的标准的。你去问是硅谷所有公司的设计师，他们都会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每一个问题甚至都不一定是公司，每一次问题的解决的方式的过程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方法论这个问题就是没有一套固定的说法。对，但有一个目标在脑子里，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它，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方法论。那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可以两面来看。第一面就是说，因为所有的问题都不一样，所以你每次做的时候呢，都得重新去从头根部去想这个问题。对，其实挺辛苦的，因为没有什么可复用的方法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让人很激动的一件事情，对吧？就你的问题，你的需要解决问题从来不重复。对，连方法也不一定重复。对，感觉非常的有意思 excited。对，我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当然，就是你这样子说，那学校是不是没有意义呢？那学校当然也是有意义的，就是基本的一套方法论，如果你在掌握了解的情况下，能够灵活的运用，而不是说死板的说我一定要，比如说按照这一步一步来，这样子还是对你有帮助的。好，那最后再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人生的心法跟大家可以分享呢？我觉得我还很年轻就说不上那个我说我自己年轻是不是有点那个？挺年轻的。但是就是我觉得也说不上人生心法吧，但是我一直都比较欣赏这样一种人，就是能够叫脚踏实地，但同时又能仰望星空。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原研哉的，叫《请偷走海报》。原研哉我们都知道是那个MUJI，就是无印良品的首席设计师。他这本书里面就是讲他自己在早年就成名之前，很早的时候就在做一个初级设计师的时候做的一些东西，你就能看到这个人就是我所欣赏的、向往的那样子的人，就是他能够脚踏实地的去做好自己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东西。他在书里讲他怎么去设计日本那个铁路线上的那个火车票，那个火车票的水印的纹理他是怎么做的？一个大米的包装，他是怎样花了心思去做很多研究，然后把一个typography 赋予文化意义，去做一个很小的，真的是很少有人看到的这种设计，但是他就能够脚踏实地的做好。那他在做这些非常小的东西的同时，能够仰望星空，去想到日本这个国家的发展，能够想到日本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对于他的这个设计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国民的审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他能够在那个时候你就能看到他是那种心怀天下的人，他是对生活有非常好的追求的人。那我觉得不能说人生心法吧，但是我是希望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脚踏实地做好自己手边的非常小的一个 icon 一个图标的事情的人，但同时又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上需要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被解决。挺好的，就是这个人要兼顾他有很强的微观思维能力，对，能够解决一些微观的问题，而且他非常脚踏实地。他又怎么样呢？能够有在宏观的思维能力，不是拘泥于全部都是细节。是，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追寻的这样一个境界。好，那我们对于 Reisman 的整个的采访呢，就到一段落。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就要聊一聊 Reisman 他所创立的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呀 UX Coffee 这样一个播客。那这个播客呢，我是听过的，我觉得是讲的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特别想先让你讲一讲吧，就说什么是 UX Coffee，
怎么能够听到它吧？这个从这个对，非常感谢 Big Joe 给我做这个免费的广告时间。那 UX Coffee 呢是一档这个设计播客，我和几个同学朋友一起来创建的，我们已经做了快4年了。那我不知道这个 YouTube 的听众知不知道播客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一种在线的网上电台，你可以这么理解吧。那你可以在比如说苹果的手机上预装的这个播客的 App，或者是下载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这样子的国内的这种产品上搜索我们的名字 UX Coffee，中文名叫设计咖。那就能找到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做这过去3-4年以来呢，我们请到了就苹果、Google、Facebook 这样大公司的很多的这种设计师、产品经理来聊一些非常就是可能是非常现实的职场问题。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我们聊过产品设计为什么越来越被数字指标所驱动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找了对我们找了 Facebook 的这种数据科学家，我们找了苹果的设计师，找了 Google 的设计师，不同公司的设计哲学在那一期节目里面有所碰撞，然后去聊这个设计指标数字指标和这个产品设计之间的关系。那也聊过说我们如何在公司里面有效的 pitch 一个 idea。那这个问题设计师非常关心，其实可能很多工种也会关心。那我们也采访像 LinkedIn 的设计总监然后这种在创投孵化器里面做这种创投辅导的这种人，然后包括有创业者来聊这样的话题。我再讲几个我们聊过的话题，说你作为一个新进的管理者，因为我去年开始就做新进的管理者嘛，就作为一个新进管理者有什么事情你是需要值得注意的。这样的这种职场话题非常接地气，非常可能和大家的日常的工作有结合的一些话题。那我们也会聊一些很有意思的和一些有意思的嘉宾聊一些没有那么接地气的就比如说对我们很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一个 emoji 表情是怎么从无到有来到你的手机里的，像这样的话题是我们最近聊的一个话题。或者是无障碍设计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吗？一个中文字体是怎么诞生的？那就是我们像无障碍那一期我们找的是一个盲人工程师包括夏冰莹是那个我们 Google 的一个专门做无障碍的一个安卓组的设计师来聊这样的话题。那个一个中文字体是怎么诞生的？我们找的是那个喜鹊造字的创始人他讲说用2年时间怎么把一款中文字体从无到有做出来。那这样的话题可能跟我们的平时的工作比较远，但是我们几个主播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觉得设计师都会喜欢这些话题的，因为这是在设计里面这是相当专业但又相当有意思的东西。对，我们会希望能够去通过采访的形式来给大家呈现出来。那如果你可能这个大肌肉的频道很多都是产品经理就如果你对这样的节目感兴趣的话，不妨来我们这边听一下。我这个频道很多有工程师有设计师就是也有科技行业的人。其实我觉得而且产品经理其实应该了解设计。对，所以如果你对这样的节目感兴趣的话，那欢迎来听一下我们然后我还是想知道一下就是你这个 UX Coffee 的故事是什么？就你怎么想到要办这么一个事情呢？是想建一个社区吗？是想要增强自己影响力吗？还想跟大家探讨吗？你有什么为什么产生了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肯定有很多的这种结合吧。那最开始的一个东西也很简单。第一期是怎么开始的？第一期其实也非常简单就那个时候就在写一些小的文章那个时候做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就想说这个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一些自己日常工作的一些积累感想然后当时那个时候我是受英文的播客很大的影响，我上班的这个通勤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有没有英文播客的这个 UX 的专题吗？有吗？对，有。其实在英文播客里面会有一些 UX 的一些相关的播客，那我听着会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但是当我回到中文世界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然后我会在想我是不是能做一个，然后正好身边也认识了一些就是在硅谷这边的做 UX 的华人，那就从那里就开始说做起来了。然后我特别喜欢跟人聊天，你们可能从这个视频里面也感觉到我讲话真能聊对，滔滔不绝的聊，真能聊对，那所以就既然已经跟人聊了，很多时候聊的也确实是跟工作有那么点相关的话题，也不是说就是吃饭闲侃就聊明星八卦什么的。那些专业的内容是不是能沉淀下来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个是可能一个初衷。那现在 UX Coffee 的这个影响力是怎么样的一个规模呢？这个大概我们每期有
4、5万的听众吧，就是大概发布以后那么3个月的时间会有这么全网大概是这样一个听众。主要是中国的人在听，还是在美国的华人在听啊？都有，就是在这边可能有10%的听众是在美国这边的，然后也有90%，大部分其实是在国内的，因为我们做的是中文节目嘛，初衷也是希望能够把好的内容做成中文。对，其实这个是个好事，这跟我做的也有点像，就是说我们在硅谷看到很多东西，不管是我可能更多的偏向产品啊什么，你是更加偏向设计，但是把硅谷的很多的东西能够传播到中国去，这样也促进中国的一些科技行业的这样跟我们一些交流，对吧？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对，更多的是交流吧。对，因为做这个事情，我也就结识了很多人，认识了很多人，有了这个机会说，跟国内的一些同行业的人来聊天，然后我们节目也包括不仅是硅谷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公司的人，我们也开始有接触有聊天，发现这样的交流，双向的交流很有意思。对，国内的那些人听了你的播客之后，他们对硅谷的或者是西方美国这边的一些设计来说，有没有什么反馈呢？对，大家会说，有一些启发，或者说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包括这样像我前面讲到的一些东西，也是我听他们讲才知道，原来国内的设计师其实做的是这边设计师一小部分工作，大部分工作其实被产品经理是在做的。那这个是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大概也了解到，就是像国内设计团队面临的一些问题。那这样子也可以帮助我更好的去选题，说做出国内听众愿意听的节目。好，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 UX 用户体验设计这方面的话题呢，特别是比较深入一点的，记得在各大播客平台去搜索 UX Coffee， 就可以听到 Reisman 他们的节目了。如果你周围有设计师的朋友，你也可以把这个转给他们。好，那我们这个3期节目的采访呢，就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 Reisman 的这样一个分享。那大家如果在 YouTube 上呢，请怎么样帮助我们点赞啊，还有这个转评啊等等，这类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获得更多的 YouTube 的推荐。如果打开小铃铛的话呢，就不会错过了。那在 B 站的话呢，也请麻烦大家给我们一个支持。那通过3连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最近也开设了我们的这个微信的这个观众群，所以可以扫我们现在屏幕上这个2维码，那么加这位小伙伴，他就会呢拉你进群。那我们3期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 Reisman，谢谢。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